林月，別說廠裡不近人情，你把這次倉庫失火的責任擔下來。失火，簽字，這不是我下崗前替王副厂长背鍋的事嗎？我竟然重生了，重生回了光明厂倒闭全家下岗的前3天。簽了這字兒，頂多扣點工資，好歹還能留在這。上一世我簽了這份責任書，結果3天後全廠下崗，而我因為替人背鍋，導致再也沒找到工作，家裡因此一蹶不振。聋了！你一个20出头的女工，没了光明厂这铁饭碗，你出去能干什么？喝西北风去，赶緊簽字。王副廠長，字我不會簽，不是我的責任，我不會擔。林月，你別給臉不要臉！這字你要不簽，我馬上就讓人辭退你。辭退？用不着您費功夫了，我主動離職。月兒，你今天怎麼回來這麼早？還有，一回來就折騰這老家具幹嘛？媽，我們把外公留給咱們的這套老紅木家具給賣了吧。賣了？月兒，這可是你外公留給你的嫁妝，好端端的賣它幹啥？你缺錢啊？對，缺錢，非常缺錢。賣了這些，我們才能攢夠南下的資本。南下？咱一家都在光明廠端着鐵飯碗，幹得好好的，南下幹啥？因為這鐵飯碗要破了，我們全家都要下崗了。下崗？月兒，你是不是發燒說胡話呢？媽，你信我的，光明廠撐不過3天就要破產了，到時候全廠職工全部下崗。林月，王副廠長說你要辭職，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爸媽，我辭職是為了救咱們家。胡鬧，簡直是胡鬧！廠裡多少人求爺爺告奶奶想轉正，你倒好，主動把鐵飯碗砸了。爸，光明廠3天後就會宣布破產，全廠職工一個不留，全部下崗。放屁！那麼大個廠，你說倒閉就倒閉，胡說什麼呢？你現在立刻去給王副廠長認錯，說你不辭職，把工作求回來。我絕不回去。爸，還有3天，只要在這之前我們囤夠資金，到時候南下就能有一條活路。老二，吵什麼呢？大老遠就聽見你們要賣祖產。月兒，這家具你要賣是吧？正好，大伯買了。大哥，你聽錯了，這家具是月兒外公留下來的，不賣。老二，你別犯糊塗。我實話告訴你，王副廠長早就看上這套紅木家具了。我可是聽說你閨女今兒個得罪了王副廠長，人家放話要辭退月兒。辭退？這怎麼行？對呀，所以說你把這家具給我，王副廠長高興了，就能把手裡那最後一個正式工名額給小剛。這要是我家小剛進廠了，在王副廠長手底下幹活，也能幫月兒說說好話，是不是？原來是為了我那廢物堂哥的工作，正好我這大伯上輩子沒少坑我們家，這次借這個機會給他點教訓嘗嘗。大伯，這家具我給。還是月兒懂事兒，那我現在就把這家具給王副廠長送過去。等等，小月，你這是什麼意思啊？大伯，我說把這紅木家具給您，可沒說是免費給啊。咱們都是一家人，您不會想坑自己親侄女的錢吧？傳出去小剛哥還怎麼娶媳婦兒啊？你看你這話說的，我怎麼會坑我親侄女呢？拿着，這是500塊錢。大伯，500塊，你當打發要飯的呢？這套紅木家具在信託商店起碼值5000。5000？你窮瘋了吧你？老二，你就看着你親閨女這麼坑你親哥呀？大哥，我……大伯，親兄弟明算賬，不給也行。那您5年前找我爸借的1000塊錢，連本帶利一共2300塊，今天不還，我立刻去派出所告你詐借。你個死丫頭！
這样吧，我给你打个折，你现在拿3000块钱现金过来，家具你拉走，以前的欠条也一笔勾销。3000？我哪有那么多现钱？堂哥的正式工名额明天就截止了吧？要是错过了，小刚这辈子就只能当个临时工。是3000块钱重要，还是你儿子的铁饭碗重要？大伯你自己惦记。好，算你狠！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回去拿钱。月儿，你真要把家具卖给你大伯？这可是你外公留给你的嫁妆啊！妈，等3天后迎来下岗季，大家手里都没钱，就没人能买得起了。那这家具只能当柴火烧了，而且就这3000块钱也是远远达不到南下的本钱啊。月儿，真的会下岗啊？咱们一大家子，还有你舅舅，可都在光明厂上班啊！要是都下岗了，可怎么办啊？对啊，还有舅舅，本钱这不就来了？行了，什么下岗不下岗的？你闺女议政了，你也跟着疯啊？那么大个厂子，怎么可能说倒闭就倒闭？我去找舅舅了。前世，光明厂破产後，大庆就因為老實本分，被王副廠長栽贓成了私賣廠裡資產的替罪羊，不僅丟了飯碗，還背了一屁股債，最後抑鬱而終。月兒，這大晚上的你怎麼來了？你爸又跟你生氣了？大慶舅從小最疼我，這一世我絕對不能眼睜睜看着他被毀了。大慶舅，你想一輩子當個開貨車的司機，最後連1分錢養老金都拿不到嗎？傻丫頭，說什麼胡話呢？就這車開得好好的，光明廠可是國營大廠，鐵飯碗，怎麼可能拿不到退休金？3天後，光明廠就要宣布破產倒閉，全廠職員下崗。大慶舅，你要是不想丟了飯碗，還背一屁股債，就聽我的，跟我一起辭職，南下倒騰山貨。倒閉下崗？月兒，你跟舅開玩笑呢？再說就這工作，多少人盯着眼紅，我瘋了才辭職。大慶舅，你看着我的眼睛，我問你，你們車隊的油卡從上個月起，是不是在鎮上的加油站就刷不出來油了？你咋知道？還有，你們這個月的工資是不是沒發，而是給你們每人發了3大箱子光明牌肥皂抵扣？這事兒你都知道？舅，這就是廠子要關門的前兆啊！舅，你相信我，3天後就會迎來下崗潮，我們必須給自己謀出路啊！月兒，就信你，你說咱們怎麼謀出路？明天等我拿到賣家具的3000塊錢，我們馬上就去建託商店囤貨，然後南下經商。瞧瞧，這不是林建國那讀過書的寶貝女兒嗎？好好的鐵飯碗不要，居然跑出來當最下賤的島上。還有李大晴，車隊多威風的工作呀，也跟着這死丫頭胡鬧。當盲流能有什麼出息？過幾天連飯都吃不上。喲，月兒在這兒收貨呢。哎呀，我們家小剛今天可是正式去王副廠長那兒報到了，以後就是端鐵飯碗的了。你呢？以後不會要挑着扁子去街上要飯吧？月兒，要不咱們換個地方收貨吧，這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大林舅，脊梁骨挺直了，現在笑得越歡的人，過幾天哭得越慘。別理他們，繼續裝車。老王，剩下的2000斤紅棗和1000斤松子，半個小時內必須全部裝車，錢1分少不了你的。好嘞。呸！神氣什麼？3000塊錢能撐多久？沒了鐵飯碗，早晚坐吃山空。老林，你家閨女跟她親舅舅在外面擺攤收山貨呢，你也不管管，這要是傳出去，你這老勞模的臉往哪兒放？就是，好端端的大廠子不待，去當盲流。老林，你這閨女算廢嘍，現在全廠都在傳，說你閨女為了錢連臉都不要了。建國，閨女這麼做說不定有她的難處啊。還有什麼難處？她那是鬼迷心竅，砸了鐵飯碗去當導演，現在這事兒傳遍了，我這當了大半輩子省勞模的爹，臉往哪兒放？我尋思着，廠裡這2個月只發肥皂折工錢，會不會真的跟月兒說的那樣要倒閉呀？老二，出大事了！你這次可得救救你大侄子，救救咱們林家呀！大哥，你慢點說，到底怎麼了？小剛出什麼事兒了？還不是小剛轉正的事兒。
王副厂長今天找我談话了，说现在厂里名额紧，好几个人盯着那最后一个正式工的位置。王副厂长暗示我得这个数去给上头疏通关系。5000块，大哥，这可不是一筆小數目啊！老二，小刚可是咱們林家長房長孫，要是這回當不上正式工，他這輩子就只能當個臨時工，連媳婦都娶不上。咱們林家的香火可不能斷在他手裡啊！大哥，我們哪有存款啊？昨天買家具不是剛給你們3000嗎？那錢月兒說給他留着，他要進貨用的。林月自己作死，放着鐵飯碗不要我管不着。可小剛是咱們林家的根兒。老二，你現在是要眼睜睜看着你大侄子毀了是不是？大哥，你讓我想想。還想什麼想？明天上午王副廠長就要去市裡匯報。老二，今天這錢你要是不借，我今天就一頭撞死在你大哥。你別這樣，我借還不行嗎？我現在就去取錢。老二啊，你放心，等剛子轉正了，一定會幫月兒在王副廠長跟前說好話，讓他還回去繼續上班的。爸，不能借。明月，你個死丫頭片子，大人的事輪得到你插嘴？砸了自己的鐵飯碗就算了，還想斷了你堂哥的前途，你眼裡還有沒有長輩？大伯，你那寶貝兒子能不能轉正，跟我們家沒有半分錢關係。我爸的血汗錢，憑什麼拿去填你這個無底洞？月兒，這不跟大伯說話呢，沒大沒小的，趕緊把錢還給爸。爸，我說了，這錢是我們南下的本錢，你要是把這錢給了大伯，絕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好，很好，林老二，你教出來的好閨女。我實話告訴你，王副廠長今天已經放話了，你閨女無故曠工，不服從組織分配，廠裡要開大會批評她，還要在全市封殺她，讓她這輩子都別想再找到工作。什麼？開除？還要封殺？月兒，你聽到沒有？你這孩子怎麼這麼倔呀？你趕緊提着東西去給王副廠長賠罪，跪下求他原諒你，把工作要回來呀！你要是得罪了廠裡，咱們全家就徹底沒活路了。爸，光明廠最多撐不過3天就會破產，到時候全廠都要下崗，我們根本不用跑王副廠長的封殺令。你別在這胡說八道！光明廠是國營大廠，怎麼可能倒閉？你在這亂說話，是想要害死我們嗎？你爸不捨得動手，我今天就替祖宗好好教訓教訓你這個口出狂言、目無尊長的不孝子孫！誰敢動小月？想動我們小月，先過我這關。老二，這錢你到底給還是不給？月兒，你就非得鐵了心，非要南下是不是？爸，我一定要南下。林建國，你也聽到了，你女兒自己選的，不要臉面，不要前程，你還不如把錢給我，到時候我們剛子還能幫襯你們一把。哥，月兒畢竟是我親閨女，你剛剛想動手，現在還這麼罵，我這個當爹的不能不管。好得很，這是不想給錢了是吧？行，那我就等着看你們一家明天怎麼被王副廠長公開批評，一群蠢貨。嘿，你罵誰呢？舅，別跟他一般見識，正事要緊。明天下崗消息一公布，南下的火車票一定會被搶瘋，所以我們要提前買票。我現在就去排隊買票去。爸，既然你執意要南下，我也攔不住。大不了明天的批評大會，爸頂在你前邊，我這臉丟就丟了。爸，你放心，明天丟臉的不會是我們。瞧瞧，那就是林建國，一輩子勞模，結果養了個當盲流的閨女，可不是嗎？聽說林月還把工作給辭了，非要南下做生意。真是丟盡了光明廠的臉。哎呦，這有的人啊，就是沒那個享福的命。我們家小剛馬上就要當廠辦幹部了，有的人家卻只能當要飯的個體戶，真是30年河東，30年河西呀！全體職工安靜，今天召開這大會，主要是為了整頓咱們廠某些職工的落後思想。林月公然砸碎國家給的鐵飯碗，去社會上當導戰，搞投機倒把，這種害群之馬是光明廠的恥辱，所以我宣布正式開除。廠長來了。看來下崗通知就要公布了。喲，廠長，您怎麼親自過來了？我這正開批評大會呢。光明廠全體職工請注意，因企業常年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經研究決定，光明廠正式宣告破產。從即日起，全廠職工除少數留守清算人員外，全部下崗。
經上級主管部門研究決定，光明廠自即日起正式宣告破產，全厂職工除少數留守清算人员外，全部下岗。我家3代都在光明厂，你们说关就关了，我们一家就回西北风去啊！完了，全完了，铁饭碗碎了，破产了。那咱家小刚的正式工指标3000块，咱们3000块买的指标就这么变废纸了。3000块，全家的积蓄全完了。大家听我说，我老家有人在特区打工，说那边在大搞建设，工厂遍地開花，留在咱這破地方只能等死。去南方做生意，說不定還有活路。對，去南方，反正都沒工作了，不如搏一把，算我一個。我明天就去買火車票，我也去，這破地方待不下去了。別高興太早，我剛才路過火車站，售票窗口排了幾百號人，去南方的票3天前就搶光了。什麼？賣完了？完了，連南下的路都斷斷了，這是天要亡我們呀！小月，大連舅，你慢點說。小月，搶到了，去深圳的票搶到了。爸媽，大慶舅，回家帶上咱們的貨，咱們連夜南下。商貨呢？咱家的商貨呢？鎖被人撬了，哪個天殺的幹的？3000斤，全沒了。一定是林大強，我當時就覺得他不對勁兒，肯定是他拿的，我現在就去找他。大秦舅，別急，我早就料到他會來這一手。裝貨那天，我在麻袋夾層裡撒了特制的紅飛粉。舅，去報案，就說盜竊現場留下了完整的足跡證據。正好在南下前把大伯這個後顧之憂給解決了。這一次，我不會再給他留半分情面。月兒，你們怎麼？周督察，這就是我們的貨，這紅彩粉是我們自己做的記號。林大強，地上的腳印跟你腳上這鞋的鞋底花紋完全吻合。這批貨是從林月同志家的地窖裡轉移過來的吧？冤枉啊！青天大老爺，這是我自己的貨，我自己花錢買的。他們一家聯合起來欺負我這個老實人，想霸占我這點家當啊！來人啊！看看這一家子白眼狼，自己親大伯都要陷害，還有沒有天理了？大伯，這是你記的賬吧？王副廠長紅木家具3000元，還有這行林月地窖山貨2班夜班，連偷東西都記賬，你可真是個仔細人。林大強，人贓俱獲，證據確鑿，你涉嫌盜竊罪，依法對你實施拘留。起來，跟我們走。老二，救命啊！我是你親哥，咱爹臨死前讓你照顧我，你不能看着他們抓我呀，老二，不要坐牢，不要坐牢啊！小月，3000斤，一袋沒少，全在這兒了。爸媽、舅舅，收拾好行李，咱們連夜坐車南下。好家伙，3000斤，全是紅棗跟松子。我外甥女有遠見，提前囤的。小同志有魄力。這幾天南下做生意的人多了去了，但能囤3000斤山貨的，你們是頭一份。這是你們的貨運體票單，拿好了。到了申城憑這個提貨，丟了可就提不了貨了。這幾天人多雜亂，千萬收穩妥了。謝謝老哥，我保證把他當眼珠子護着。咱們進候車廳等車吧。大清舅，皮单放好了吗？放心，搁內兜裡呢，丟不了。
3000斤山貨，他媽的，这帮北方佬还真有錢！到了申城，這票貨往黑市上一轉，少說這個數。天亮車一到申城，咱倆就拿着單子把貨提走。那家子傻貓沒了批標，貨就等着被車站當無主貨處理吧。開門，呈請查票，裡面的人出來。來了來了，拉個屎都不消停。乘警同志，我們就是上個廁所，犯了哪條王法？你們無緣無故抓人，我要去告你們！就是，我們一沒偷，二沒搶，憑什麼抓人？欺負老實人是不是？沒偷？那你看看你的手，趙警官，那張貨運票標上我提前抹了活性鐵鐵，沾上就洗不掉，沾水還會變色。你搜他的身，看看票標在不在他身上。这是什麼？看見沒？這就是正義。你兩個手都沾滿了鐵粉，除非把皮扒了，否則別想賴賬。小月，多虧你之前在地窖那手紅參粉，大舅跟着學了個乖。這幫孫子想偷咱們的票，門都沒有。大舅幹得漂亮。小月，60袋，一袋不少，全提出來了。喲，北方來的吧？這麼多貨，發財了！你們想幹什麼？幹什麼？教教你們規矩。申城這塊地界，做生意的都得交落地稅。你們這麼多貨，2000塊，少一個子兒，貨可就保不住了。老子坐了2天2夜火車，剛下地就碰上你們這幫雜碎，要錢沒有，要扁擔有一根。老頭，你試試看。大舅，扁擔放下。德記茶行，深省山貨界誰最大？東門德記的搞叔，他那茶樓港商進出就跟串門似的。嗰幾個攞去飲茶。我今日帶嘅松子係德記九叔2個月前就落訂嘅特供貨，貨如果遲到，耽誤九叔塔區茶會嘅生意，9月怪落嚟，你哋大佬擔得起嗎？條女白話講得咁正，仲一口叫出九叔個名，唔通真係九叔嘅人？唔會，早講嘛，狗肉嘅朋友就係自己人。幾位慢慢嚟，有乜需要隨時揾我。小月，你這廣東話啥時候學的？就聽着有模有樣的。申城，我來了。北妹，聽說你在車站用九叔的名號唬人了，膽子倒不小。可惜啊，九叔的北方供貨商每個月都有引薦信，你有嗎？各位檔口老闆聽着，這個北妹沒有90的引薦信，是扯虎皮做大旗的騙子。誰要是敢收她的貨，就是跟我過不去。這幫王八蛋，剛才車站那3個地皮我們都怕，還怕他？我進去跟他們理論。小月，3000斤啊，賣不出去可咋整？咱們全家的錢都壓在這上面了。你笑啥？封殺我，那我就借他們的勢，把咱們這3000斤山貨變成特區最搶手的獨家御貢。月兒，咱們就剩最後一點錢了，你花10塊錢租這個破地方，連個棚子都沒有。爸，幫我從麻袋裡挑些最好的紅棗和松子出來，不要碎的，要顆粒飽滿的。月兒，這些碟子是你外公留給我的嫁妝，我攢了20多年沒捨得用。媽，正因為是好東西，才配裝好貨。小月，免費，咱們不是來賣貨的嗎？免費給人吃，咱喝西北風去。大舅，釣魚要用好餌。阿叔，免費品鑑，一次一粒，用旁邊這雙筷子夾，吃完再說。嘿，你別說，這松子比外頭炒貨攤上的香多了。這棗肉厚核小，甜的不膩嘴。松子也香，沒一顆有油腥味。那是幹什麼的？回掌櫃，好像是賣山貨的，擺了個免費試吃的攤子。在德記門口賣山貨，誰給他膽子？喲，還挺講究。哪個教你的，在人家茶行門口擺山貨攤子？同志，這地方是我們花錢租的，手續合法。哼，合法？這條街叫德記街，
就是因为德记茶行在這開了50年。你們這些北佬懂不懂規矩？陳掌櫃，我們擺的是品鑑攤位，不吆喝不吵鬧，不影響德記做生意。再說，這些港商來德記買茶，順便品一口我的山珍茶配，回去多誇一句德記的茶好，不是幫你們做了免費廣告嗎？你還敢倒打一耙？阿旺阿財，把這個攤子給我拆了！德將這是欺生啊，人家又不佔他地盤。就是擺個攤兒怎麼了？這條街又不是他德記一家開的。對。周老闆，您怎麼出來了？是不是門口太吵擾着您了？小姑娘，呢個攤位你搞嘅？係，周生，請隨便試。周老闆，這些北佬的貨不乾淨，您可千萬別。紅棗產自水木湖，松子出自大青山。你揀貨嘅標準比港島上環嘅海味鋪仲要高。你點知我要揾呢樣嘢？東門有個姓周嘅港商做茶葉進出口生意，每年中秋都要找頂級北方山珍配佢嘅高端茶禮盒，但每次都要跑好幾個省才能湊齊。周老闆，我想跟您談筆生意，這是我的方案，您過目。攞張卡片嚟，周文康，港島康和茶葉，以後有事你找我。周老闆，他只是個擺攤嘅北妹，連個檔口都冇有，你怎麼能？陳掌櫃，我喺德記買咗10年茶，你一次都冇問過我點樣配。後日嘅採購清單將德記嘅數量減半，剩低嘅額度留俾對面。小月，咱們這是剛來就得貴人賞識了，你可真有本事啊！大舅，真正的魚上鈎了。九叔，樓下呢個北妹拿下咗周老闆200盒嘅單子，陳掌櫃俾佢當眾落咗面子，叫佢上嚟，叫佢上嚟見我。坐。九叔請我來，有話直說。後修女喺我地盤用我個咩擋災，喺我對街搶我客仔，而家企喺我面前，連坐都唔肯坐。你知唔知呢條街上一個咁做嘅人，而家喺邊度？九叔，我唔係嚟搶您生意。您嘅德記茶行高端大紅棗同普瓷係招牌，但您嘅高端茶禮盒一直缺一樣嘢，可以同茶不配嘅頂級北方山珍。我嘅寒地極品紅棗參自太行山高環區，歌肉厚甜度高，煮茶不難，配上您嘅陳年普洱，就係獨一無二嘅南北聯名茶禮。如果您願意同我合作，唔單止賣山貨，而係將德記嘅茶葉同我嘅山珍打包，以德記御貢茶配嘅品牌打入港島市場。我算過一筆賬，紅棗成本每斤2元，配上您嘅普洱做成禮盒，每盒定價100元，3000斤紅棗加1000斤松子，配上茶葉打包銷售，總利潤至少呢個座數。3萬人紙，你嘅3000斤貨，我全部要晒。另外，德記貴賓卡，成個東門只有3張，請客人喺德記所有分號飲茶買茶，談生意，終身免單。後生女，我喺呢條街做咗30年生意，頭一回見到有人喺我面前唔單止企得住，仲可以同我講價。你嘅眼界唔屬於呢條街。小月，怎麼樣？九叔沒為難你吧？九叔，把咱們3000斤山貨全部包了，3萬塊。一次性付清。深城服裝批發行業最大的巨頭，就是從金鼎服裝城的拐角鋪王起家的。那個位置，是未來20年深城服裝業的黃金碼頭。金鼎服裝城，商鋪招爐。小月，咱們不是剛賣完山貨嗎？你看這個幹嘛？大舅，咱們下一局棋下在服裝城。喲，這不是那個在東門擺地攤的北妹嗎？怎麼賣山貨賣不下去了，跑來服裝城碰運氣？一個連布料都沒摸過的下崗妹，連個裁縫鋪都沒有，也敢來競標鋪王，真是笑死人！
舅，不用跟这种人浪费时间，我们来是为了拿下铺王的。哟，好大的口气！各位商户，安静一下。本次金鼎服装城拐角铺王竞标，由于报名人数超出预期，招商委员会决定调整评选规则。本次铺王竞标不光看租金报价，更要看商户的服装设计与经营理念。请有意竞标的商户提交自己的设计方案，由评委现场打分。这怎么突然改了规矩？我之前跟你们老总吃飯的时候，这是招商委员会的统一决定，所有商户一视同仁。还有哪位商户要提交方案？我有方案。那个北虐能有什么方案？怕是连设计图长什么样都没见过。这个剪裁，这个腰线的处理，这不像现在市面上任何一个版型。当然不像，因为這是20年後的流行風格。呢個設計就算擺喺昂島中燙都唔失禮。這位同志，請問這個設計方案是你自己做的？本次鋪王競標的設計方案評分，這位林月同志的設計理念明確，版型設計領先現有市場水平至少超前20年。好，畫得真好！各位評委，畫圖誰不會？找幾個美院學生，一張圖紙幾十塊錢就能畫出來。問題是，這個女人幾天前還是個路邊擺攤賣山貨的下崗女工，她連個裁縫鋪都沒有，連一台縫紉機都拿不出來。你們指望她能把這圖紙變成衣服？你們敢把鋪網交給一個連生產車間都沒有的人？佢講嘅都有道理啊！光有設計圖冇生產請，交貨點保證？就是啊，有圖沒廠，萬一拿了鋪王交不出貨，那不是坑人嗎？呵呵，北妹嘛，能有什麼實力？怕是連縫紉機踩都踩不利索。各位評委，我今天不帶工廠來，是因為工廠還沒開。給我3天時間，我把這件樣衣送到各位手上。如果樣衣不合格，我自動退出競標。3天？你連布料都沒摸過，去哪兒找裁縫？去哪兒找機器？你當這是在北方過家家呢？3天之後，樣衣送到。如果做不到，鋪王歸你；如果做到，你當着所有人的面，把你剛才的話一句一句吃回去。林月同志，3天之內交到招商辦，過期不候。小月，3天，咱們連台縫紉機都沒有，你上哪兒做樣衣去？林小剛，那不是你那黑心大伯的兒子，他怎麼會在申城？林小剛手裡拿的是我昨晚在原管房間裡反覆修改，最後因為腰線比例始終不對而廢棄的設計草稿。什麼？那手稿你不是撕碎扔垃圾桶裡了嗎？那小子偷你的圖紙，我去追！月兒，你堂哥他手裡拿的是什麼？爸，那是被我廢掉的初稿，腰線比例有致命缺陷，穿上之後整個腰腹會臃腫塌陷，做出來就是廢品。那他偷那個幹什麼？他應該不是要自己做，他是要搶在我前面，把廢稿上的設計拿去主策轉利，然後反過來告我抄襲。那怎麼辦？萬一他真搶先注冊了，咱們的樣膏不就白做了？大舅，讓他注冊。那些廢稿上的缺陷我一清二楚，他注冊什麼，我就讓他穿着自己注冊的廢品，當着所有人的面把臉丟盡。走，咱們去找個能做樣衣的地方。北妹，不做不做，有人打過招呼了，誰敢接你的單，以後東門就不給他公布料。這幫王八蛋，肯定是那個穿中山裝的和林小剛搞的鬼，把整條街都封死了。月兒，實在不行，咱們回吧，把3萬塊錢拿回去，在老家也夠開個小鋪子了。爸，你當年在廠裡修那台壞了3年的進口織布機，所有人都說修不好了，你修了多久？2個半月。你修好了嗎？修好了，那台機器後來又轉了10年。那就行，
大厂不接找小厂，小厂不接找更小的。爸，这申城比光明县大100倍，我不信所有人都听他们的话。找人。老师傅，请问你们车间还接外加工的活吗？外加工？你是哪家厂的？我是个体户，有一批设计图需要有经验的车间做成样衣，工期3天，加工费付现钱，这是定金。姑娘，不是我不想接，你看看我们这个车间，机器3个月没开过机了，厂里发不出工资，上个月连电费都欠了。你要是找大厂，东门那边多的是。东门所有的加工厂都被人封杀了，不接我的单。赵师傅，各位师傅，不光要请你们帮我做样衣，如果样衣成功，后續會有大批量訂單，到時候跟各位簽正式合同，不是固定工資，是計件績效制。每多做一件合格成衣，就多拿一份工錢，幹得多的拿得多，幹得好的還有額外獎金。老趙，我兒子下學期的學費還欠着呢。趙師傅，我家老伴的要錢斷了3個月了，這姑娘給現錢，咱還等啥？姑娘，這個車間以前是申城服裝行業的先進單位，我做了一輩子裁縫，做過出口鄰國的軍大衣，做過全國勞模表彰大會的禮服。我不是在乎你那點工錢，我在乎的是，我不想讓我這雙手這輩子再也沒機會摸布料了。大伙兒，擦機器，開機。小月，你聽，這聲音真好聽。趙師傅，大翻領的襯布要用雙層粘合，腰線這裡要加一道隱形塑道，袖口的暗扣必須一顆一顆手工縫。這批樣衣要的是不用運都能掛進港島中圈櫥窗的水平。姑娘，你這圖紙上的版型做了40年裁縫沒見過，但我看得懂，這是好東西。你放心，3天之後樣衣一件不少交到你手上。大舅，進去歇一會兒吧，我來手。不用，那幫孫子能在東門封殺，誰知道會不會摸到這兒來？你進去盯着裁縫們，外面交給大舅。大舅，辛苦了。辛苦啥？大舅以前開夜車拉貨，一宿一宿不合眼。習慣了。再說了，大舅這輩子最驕傲的事兒，就是那天在大會上把4張火票舉起來的時候，看見你笑了。你們幹什麼？開門！劉廠長欠了8萬塊跑了，這車間裡的機器歸我們了，誰在裡面？滾出來！不開門砸門了！你們跟劉廠長有債務糾紛，應該去找劉廠長，不是來砸車間。這裡面的機器是國有足定資產，砸壞了你們不但拿不到錢，還要坐牢。哪來的北妹？滾遠點！老子拿不到錢，就把機器拉走抵債，天王老子來了也管不着。我告訴你們，別往前湊啊！真把事兒鬧大了，你們誰也跑不了。喂，我要報案。東方服裝廠2車間有人持械砸門，要哄搶廠裡的生產設備。少他媽裝腔作勢！等督察來，老子早把機器拉走了，給我接着砸！從這兒到派出所騎車3分鐘，你們現在走還能算尋釁滋事。真等督察到了，哄搶國營資產，夠你們蹲半年。老大，要不算了，特區屌子來得快。手放開，全部蹲下！誰在這裡聚眾鬧事？同志，誤會。我們就是來找劉廠長要債的，可沒動手啊！沒動手？這鎖是自己壞的，工友都看着呢。你拿着鐵棍喊打喊殺的，這會兒裝什麼老實人？同志，我們大青山已經合法承租了這個車間，這3個人大清早持獵砸門，企圖強搶機器，裡面的工友和鄰居都能作證。經濟糾紛去法院起訴解決。持械衝擊生產廠區，打砸公司財物，已經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都帶走。回所裡做筆錄，立案。工友們別怕，以後這個車間由我們大青山接手，只要大家願意留下來幹，誰也搬不走這裡的機器，更沒人能欠你們的工錢。工友們，林姑娘今天拼着事兒保住了咱們的機器，還掏腰包給咱們發救命錢。咱們要是砸了大青山的牌子，就不是人。對，今晚就是不睡覺。也得把大青山的樣衣精精致致的趕出來，通宵幹，絕對不給林姑娘丟臉。林月，睜大眼看看，這款女西裝已經在管理處登了獨家備案，以後整個服裝城只有我能賣。李組長，
这個下崗妹偷看我的設計稿，偷偷做樣衣，請立刻沒收她的貨，取消她的鋪位資格。李組長，這張所謂的原創稿有個致命的版型錯誤，做出來根本穿不了。你少血口噴人，這圖一筆一畫勾的能有什麼錯？小張姑娘，幫個忙，把這位大設計師帶來的成品西裝穿上試試。這是最新的寬鬆港風，你們懂什麼時尚？李組長，這張圖的腰審位置畫偏了3公分，前後片腰線長度對不上，多餘的面料堆在腰部，行內叫魚量死者，照着做出來，穿誰身上都像有水桶。我的天，個別針就把衣服救過來了，連基礎版型缺陷都看不出來，也敢叫原創？實話告訴你，這圖紙不過是扔在垃圾桶裡的廢棄出版，拿廢稿欺騙管理處，惡意誣告同行，取消你的獨家備案資格。林月小姐，你的款式備案即刻生效。干爹，計劃失敗了，下面該怎麼辦？沒用的東西，等着吧，等他明天開業，看我不好好送他一份大禮。月兒，你快看，對面張氏外貿直接把價錢壓到19了，這擺明了是衝咱們開業來的，故意搶客量。上午托人打聽了，這3個鋪子是東門的張萬才盤下來的，他手底下貨源多，路子廣，專做低價走量，咱們定價30，哪兒拼得過啊？明天開業可怎麼辦呢？媽，舅，別慌，明天開業不降價。林月，30塊一件，真把這些廠妹當成寫字樓的闊太太了。要是你，趁早捲鋪蓋關門回老家，別在這丟人現眼。你小子少在這說風涼話！大秦舅，爸，把提前租來的音箱抬出來，就放廣場正中央。行，我跟你舅去辦。各位姐妹留步，今天大青山開業，請2位姐妹做模特，現場免費做造型改造。我就是電子廠打工的，穿那麼好的衣服不合適吧？在特區靠雙手吃飯的姑娘都配得上穿好看的衣服，相信我。這衣服下周去外企面試，穿這個肯定能加分。原來我也能穿得這麼洋氣。我的天，換身衣服跟換了個人似的，剛才看着還普普通通的，原來咱們也能穿成這樣，還以為這種款式只有白領才能穿。大青山時裝專為每一個在特區奮鬥的你而設計。給我來一件在女孩身上穿的風衣，要那套西装60都要。给我拿套中碼修身西裝，下周外企面試就靠它撐場面了。卡其色風衣還有嗎？沒現貨，交5塊定金，3天後來取也行。什麼破衣服，洗一次就縮水，肩線歪得像麻袋，退錢。果然便宜沒好貨，再也不來上當了。盤出來了。150套現貨全清，還收了120套定金，刨去面料和加工成本，今天淨賺3000出頭。3000多，抵得上國陽廠大半年工資了。對了，問清楚了，對面老闆是東門的張萬才，做了5、6年尾貨，路子野得很。上周招商評審他也去了，一直在後排待着。林小剛認他當了乾爹，搶備案這事兒肯定是他在背後撐着。招商會那天，第一個跳出來說我沒工廠的批發商，語氣架勢就不像普通商戶。時間點剛好對上，沒這麼巧的事。你懷疑是他？還沒實錘，先記着。你就是設計師林月，今天下午的街頭秀已經看到了，你的版型很有港島設計師的風軌。我是港島麗人集團的鄭泰，這是首批5000件高款制服定制訂單，合格後全年10萬件返單，2成底金當場付清。5000件。不過下周1的外診團隊會親自驗廠，如果是作坊式的草台班子，這合同免談。鄭太放心，下周1大青山時裝會在符合標準的工廠恭候您的外診團隊。求求你給我個活吧，我娘在老家得病住院，急需手術費啊！乾爹，你看那女的像個瘋子一樣。有軟肋的人最容易聽話。2000塊對咱們是毛毛雨，對他可是天塌了。記住他，以後指不定能當顆棋子。大姐，你們以前是紡織廠出來的，會踩飛人牌工業縫紉機嗎？會看雙針走線的版型圖嗎？會，當然會。當年在省棉紡廠幹了15年，是年年的優秀模範，閉着眼睛走線都不會歪1毫米。我是大青山時裝的廠長林月，這裡有一批10萬件的港商出口急單，只要技術過關，底薪150，包吃包住，多勞多得。誰想跟我幹？去，姑娘，帶上我跟你幹。走線要直，針距要密，港商驗貨比廠裡還嚴，不能丟人。同志，
就是这家无证无照开黑作坊，私招滥雇，连基本消防设施都没有，纯纯的安全隐患。里面的人都停下，负责人出来出示营业执照和消防手续。同志，误会，这是正规赶工，手续都在走流程。走流程？我看根本就没有。林月，你死定了！今天不光罚你款，这车间也得立刻贴封条。想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同志，这是大青山的工商登记证，还有消防合格异信书，您核对。不可能！你们才接几天订单，怎么可能手续全齐？上周我们就提交了申请，走的是下岗职工自谋职业绿色通道，街道办特事特办。今天下午证件刚送到。这是工友的集体务工登记，有公章和纳税担保。我们合规经营，还在解决下岗工人就业。证照齐全，完全合规。恶意举报扰乱生产，跟我们回去做笔录。你娘住院的手术费，这点錢夠墊上。你只需要辦一件小事。今晚把沙子倒進車間縫紉機的機油箱，成了再補你500，還安排你去張老闆廠裡當組長。同志们，開工！讓正太看看咱們大青山的手藝。完了，機器全烤壞了！我看你拿什麼驗廠？正太，時間就是金錢。這種連機器都無法正常運轉的作坊，根本不具備承接10萬件訂單的資格。正太，麥專員，請給10分鐘。如果機器不能轉起來，合作只能到此為止。大靈柩，快把柴油抬進來！聽我口令，立刻拆下砧板和梭殼，把柴油往齒輪箱裡灌，柴油能吸濕沙子。快，月兒，成了，推閘！非常神奇的應急處理，可以開始成品抽檢了。機器竟然被他們修好了，聽着，我把這針扎進最後那件樣衣的袖口裡，則你娘今天下午就得被醫院扔出來。斷針，這是最嚴重的質量事故。如果這件衣服穿到客戶身上，會造成致命的傷害。安全管理就是一團垃圾。林小姐，你太讓我失望。正太，您看，這種小作坊根本靠不住，衣服裡藏針，這是害人。有你什麼事兒？少在這危言聳聽。麥先生，斷針是紅線，我認，但請給半小時，查不出問題，雙倍賠償定金。車間統一用全新不鏽鋼機針，端面亮銀無鏽。這根針鏽跡斑斑，型號也不對，根本不是車間的。廠裡斷針必須交齊所有碎片才能領新針，今天的記錄1根不少。這根針是有人故意放進來的。這套管理辦法比很多港島工廠還嚴謹。林小姐，祝我們合作愉快。李老板，對不住，這批料不賣了。合同都簽了，你們這是違約！違約金加倍賠。實話實說，在深成面料圈，大青山拿不到1寸布。看你怎麼交貨。記住了，誰敢給大青山供貨，就是跟我張某人過不去。以後別想在這條街拿料了。張老闆放心，絕不敢接。就是這孫子搞的鬼，我去跟他掰扯。別衝動，你看他的側臉，聽他說話的語氣，招商大廳裡第一個跳出來發難的批發商就是他。還真是，合着從招商會就開始算計。現在確認了，張萬才從頭到尾都是他。他越急着掐，越說明他怕了。
你这批二等品，溫水退漿，中溫運2遍，縮水率完全達標，我全要了，現錢當場結清。老爺子您是行家，可我不敢賣啊。張萬才放了話，誰供貨就砸誰鋪子。做生意講和氣生財，他還遮不了天，出了事兒我擔着。保安，就是這老東西溜進倉庫偷進口布料，價值2000塊。胡說！當了一輩子面料工，行得正，坐得單，你誣陷長輩，不怕遭報應？在這裡我就是天！我帶走。月兒，你爸下午去面料市場找散料，到現在沒回來，電話也打不通。對不起，李小剛拿我娘的命逼我，盜沙藏針都是我幹的。他們把林師傅扣在市场保安室了。他們說你今晚不簽鋪王轉讓合同，就把偷糗認罪書送派出所，讓林師傅身敗名裂。先別告訴我媽，現在就鎖門，咱們去接我爸回家。這姓林的就是個瘋狗，真把建國國打出個3長4短，可怎麼辦？報警，可他們一口咬定是偷竊，真鬧到派出所，渾身是嘴也生不清啊！硬闖不行，得找個能鎮住張萬才的人。大林舅，備車去德記茶行。林姑娘，老夫只係做茶生意嘅，鄉圈嘅私怨唔方便插手，你都係另諗辦法啦。九叔，呢份係港島利人集團10萬件嘅外貿訂單，只要領今晚保到老豆，大青山揸莊床10%嘅股份，雙手奉上。領借住大青山嘅渠道，就可以從茶康切入實體外貿，好過守住呢點茶好多得多。好個女仔，有膽食有格局，似做大事嘅。阿德帶2個人跟林姑娘走一趟。係。林師傅，識時務者為俊傑，簽了字，你女兒還能保住鋪啊，不然你後半輩子就在牢裡，你女兒也得賠違約金，賠到傾家蕩產。做夢！我林建國行得正，坐得端，想讓我認偷竊的贓名，下輩子！阿姨，係大青山服裝場合夥人，喐佢就係喐九叔嘅股份同財路。張老闆諗清楚未？九叔的人，誤會，全是誤會。你大不了魚死網破，不好過，誰也別想好過了。全部蹲下！涉嫌非法拘禁、故意傷害，都跟我們回去接受調查。月兒、建國哥，你們怎麼樣？同志，我也是受害者，是他說有批料子要我過來驗貨，誰知道他是要綁架人，我什麼都不知道。乾爹！林小剛涉嫌綁架、故意傷害，先行拘留。張萬才，你暫以證人身份登記，交保證金取保候審，隨傳隨到。林月，走着瞧，九叔護得了你一時，護不了你一世。萬幸你爸就是皮外傷，沒傷到骨頭，可這10萬件訂單下周就要驗廠，布料還沒着落呢。丫頭，算你狠，找九叔撐腰。可九叔管得了東門，管得了全申城的卡其協紋布嗎？告訴你吧，我把全申城最後一輪卡其料子全收了，下周一交不出10萬件貨，你就等着賠違約金，賠到跳海吧。那就不勞您操心了，你還是好好想想怎麼把你乾兒弟撈出來吧。哼，他自己成事不足，自己想辦法，跟我可沒關係。全問遍了，10幾家面料商，要麼說沒貨，要麼支支吾吾不敢賣，全是張萬才打過招呼的，這可怎麼辦啊？月兒，昨天在後街面料市場見過一批積壓的2等牛仔布，就是縮水染色不均，賣不出去，壓在倉庫裡，能不能想想辦法，改改料子，換換款式？林姑娘，這批料放了大半年了，縮水率超標，染色也花，本來打算當廢布處理的，你要是要，便宜給你。老闆，這批料全要了，現款當場結清，但你得幫保密，別告訴張萬才。月兒，這料子硬邦邦的，染色也花，做出來能穿嗎？能不能穿，試試就知道了。林廠長，這不行啊，花得太亂了，沒法做衣服。沒事兒，再試。紮結鬆緊不一樣，染出來的紋理就不一樣，大家不要洩氣。林廠長，是不是剛才紮得太緊了？要不別試了，這布料根本不吃色。相信我，沒有不合格的面料，只有沒找對方法的裁縫。咱們大青山就是要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天哪，這花紋太漂亮了，像雪花一樣，以前從來沒見過這種布料。師傅，你先試試，爭取今天就把樣衣做出來。林廠長，這版型好，
嫌腿長還藏肉，打工妹肯定喜歡。就是從來沒做過，得先打樣試試。太好看了，显得腰細腿長，比卡其裤洋溢多了。我的天，这哪像那些瑕疵布做的，穿上去简直像港台画報裡的摩登女郎。明月，你用残次布料生產劣質服裝，違反商城入駐規定。王經理，這種不守規矩的店就該收回鋪王，清出服裝城。王經理，誰告訴你這是殘差布料？林小姐，入駐協議寫得清楚，嚴禁使用不合格面料。這批染色不均的牛仔布不是殘次是什麼？正太，您來的正好，這林月用殘次布料糊弄您的訂單，根本做不出卡其褲，您可千萬別上當。林小姐，怎麼回事？太妙了！这種雪花扎染的复古牛仔風，現在港島最流行，比普通褲子利潤高3倍，縮水率和色牢度完全達標，根本不是殘次品。王經理，這款是我們港島麗人指定的升級款，怎麼算殘次？我們還要跟大青山掛聯名招牌。林小姐，這款我們包銷，鋪位的事兒我替你做保。下周服裝城秋冬展銷周開幕，讓你這正版貨一件都賣不出去。月兒，對面降到29，客人都被勾走了，咱們也降點吧，守着空鋪子不是辦法呀。月兒，我讓小劉過去看了，對面那就是普通爛布印的花，洗2次就得掉色，可散口分不清，就圖便宜。大秦舅不降，他賣他的印花仿款，咱們賣咱們的限量正品。準備金色編號牌和真假樣衣展示台。真假展示台，月兒，你這是要現場打假？把对面的仿品和咱們的手工扎驗放在一起，用肥皂水洗，誰真誰假，客商的眼睛不瞎。另外，大青山首批只放888件現貨，每件衣服都燙上專屬鋼印編號。小劉，門口設簽購處排隊領號，告訴大家這批是聯名限定，憑號拿貨，現貨賣完就得預定等半個月。懂了，老闆，物以稀為貴，我這就去辦。我的天，便宜貨真要命！我要大青山的手工正品，给我来個8號金牌，給我個號，別搶光了！真的每件花紋都不一樣，這質量看着比對面好多了，48也值。這質量，這款項拿到北面去，加價20都有人搶，多排2件。不好意思啊，各位，今天的888件限令款全賣光了，想要的可以进店登記預定。月兒，全賣光了，還有好多客商要填長期預訂單呢。死丫頭啊！你發財不認窮親戚，把你大伯大嬸送進監獄，還找人打斷你哥的手，你心怎麼這麼黑呀？各位街坊評評理，我就想找他討份工作，他居然雇黑社會打我，我爸媽就是拿了他點糧食，就被他送進去判10年，這是要趕盡殺絕呀！看着挺正經的姑娘，居然這麼對家裡人。哭夠了，有話直說，堵着門算什麼本事？想讓我們走也行。第一，把你大伯大嬸從牢裡弄出來；第二，把這鋪子轉給你哥；第三，拿20萬出來給我們分，不然我今天就撞死在你店門口，讓你這鋪子開不下去。这話都是親戚的，有話不能好好說嗎？少跟我假好心，你們家發財了就不管窮親戚死活。都鬧夠了沒有？當年老家鬧災，是誰挨家挨戶送糧送布？現在你們堵着我家門潑髒水，良心都讓狗吃了。都看清楚，這是林大強的犯罪判決。林大強夫婦是因為盜竊被法院依法判刑，證據確鑿，不是我送他們進去，是他們自己犯了法。你胳膊怎麼斷的？綁架我父親，被人正當防衛打斷的。派出所筆錄都在，要不要我念給大家聽聽？各位叔伯嬸子，林小剛2口子拿了張萬才不少塊好處費，要鋪子要20萬，就給你們1人500塊路費，你們甘心當槍使？
啥？你还收了更多钱，就给我们一人300块，合着我们卖命，你们吃肉。现金花你太不地道了！林小刚收了多少钱，全给我们吐出来！林小刚，你取保候审期间聚众闹事、敲诈勒索，跟我们走一趟。还有你们几个参与闹事的，都回去做笔录。同志，等一下，他们今天往我店门上泼红漆、撒明屁，还抬棺材堵门，门板油漆毁了，玻璃花了，半天没法营业，损失得算清楚。都别吵了！故意损坏他人财物，扰乱正常经营，要么当场赔偿损失，要么全给我回所里做笔录，该罚该拘，按规矩来。同志，我可没泼油漆啊，是谢金花喊我来的，我就站边上喊了2口子，这钱不能让我出啊！别废话，200塊，少1分都不行，不然就跟督察同志走流程。我只有20，合着路费没捞着，还往里搭钱。给你，算我们认栽。还嘴硬，赶紧走，回去等着处理通知。活该，偷鸡不成蚀把米，想来敲诈人家，自己反倒赔了钱。月儿，咱现在车间就几十台机器，工人2班倒，满负荷干，也赶不上10万件的工期。再招工人吧。深成熟练工太贵，还不好找，生手又难上手。老家光明厂那些工友大多都下岗在家待业，手艺都是顶好的，踩了一辈子缝纫机，就是远了点儿，过来不容易，火车票也难买。大庆舅，在关外租个大厂房，先给老厂长打长途通个气，再拍封正式电报过去，让厂办貼公告，比一个个找人快得多。这么多人，得买多少张车票啊？车票太紧，咱们不走铁路，联系客运公司，直接包5辆长途大巴去接人，走公路反而不挤。好，我这就去。老板，打听清楚了，林月给老家厂里发了电报，要招一批熟练缝纫工南下，他还托老厂长帮忙传话，估计是想凑齐人坐火车过来。现在南下火车票一票难求，他就算有钱，也弄不到几10张连号票。火车站全是咱們的人，他一個工人都別想順順利利上車。喂，讓那邊的兄弟給我盯死了，凡是幫林月招工買南下票的，全給我攔住，我讓他一個工人都招不到，活活拖死訂單。哥，不對勁兒啊！蹲了整整1上午，連個拎包袱南下的工人影子都沒見着。我扒着炮票處窗戶問了，這2天根本沒團體訂南下的票。媽的，難不成林月那丫頭還能長翅膀飛過去？我剛才跟門口拉客的3輪打聽了，說今早光明廠大門口停了4、5輛長途大巴，人說不準直接坐大巴走公路了。什麼？你咋不早點直話？走，喊上兄弟們往廠門口接，晚一步人就跑沒影了。哥，咱們人都散在火車站各個出口呢，臨時湊不齊啊。湊不齊也得湊，能來1輛是1輛。真讓工人全順順利利到申城，張老闆那邊咱們怎麼交代？林月給你們多少錢？趕上這個車，腿給你們打斷！我們憑手藝吃飯，輪得到你們地痞流氓管？趕緊滾，不然別怪我們不客氣。還有宿舍，聽說還管3頓飯。各位叔伯姐妹，以後這裡就是咱們的新家，好好幹，咱們一起在申城站穩腳跟，一起過好日子。月兒，材料都齊了，我下午就去工商協會，把大青山和雪花牛仔的商標都註冊了，以後誰也仿不了咱們。不好意思，這2個商標3天前已經有人提交註冊申請了，申請人是金鼎貿易有限公司。什麼？金典貿易？那是張萬才的公司，他故意搶渡，這明明是我們先用的。規定就是註冊在先，你們有異議可以走流程申訴。月兒，出大事了！張萬才那混蛋竟然把雪花牛仔的商標搶先註冊了，現在工商協會已經受理了。
他动作倒是夠快的。大清舅，這消息別在車間傳開，免得工人們自亂陣腳，耽誤了正泰的那10萬件出口急單。咱們怎麼跟張萬才爭啊？等3個月公設期一過，咱們用自己的牌子可就是違法了。他有備而來，那咱們就借力打力。大清舅，备車去港島丽人辦事處找正泰。豈有此理！10萬停單在即，他惡意搶注商標，想破壞港資合作，砸特區的營商環境。正泰，張萬才是本地地头蛇，現在我們大青山的品牌剛起步，沒有財團庇護，在商標局那邊的抗辯很難立刻生效。立刻以港島麗人集團的名義，給深城市招商協會、工商協會起草聯合抗議函，說明大青山是我們的聯名項目，張萬才此舉屬於惡意競爭，要求商標局立刻駁回他的申請。明白，鄭總，我今晚就聯合港島商會一起發函。正泰，謝謝您，這一手直接打到了張萬才的7寸。謝什麼？咱們是合作夥伴，工商那邊我幫你搭線，務必把商標拿回來。烧！张老板說了，讓這丫頭連貨都交不出。着火了！抓賊！一個都別放跑！林廠長，保住了7成貨，抓了3個縱火的，都捆在門衛室了。月兒，果然是張萬乾幹的，白紙黑字蓋着他的紅章，我們這就報警，送他去坐牢。大秦舅別急，張萬乾敢用金鼎的信，就準備好了頂包的替罪羊。光憑幾個混混的口供，根本動不了他根基。那咱們就這麼生吞了這口惡氣？這可是差點燒了咱們的命根子啊！當然不，這些證據是砸死他的重錘。收好了，等工商協會商標調制會那天，咱們要在所有人面前徹底撕碎他合法注冊的偽裝。我方依法申請注冊雪花牛仔褲商標，程序合規。被告未經授權私自使用，必須立刻停工，並賠償我方損失。這是被告的營業執照、往期稅票、報紙廣告及港商聯名合同，時間遠早於原告申請日期，這證明我方在先使用且具有市場影響力。原告明知該商標存在，仍惡意搶注。更嚴重的是，原告在前夜雇凶火燒大青山倉庫，企圖銷毀競爭對手。這是縱火犯的認罪口供和原告公司的介紹信。經查，原告惡意搶注行為屬實，且涉嫌不正當競爭，其注冊申請當場作廢。大青山雪花牛仔商標歸林月所有，原告需依法賠償被告一切損失。死丫頭，就算搶回商標又怎樣？特權這碗飯，老子讓你有命拿沒命吃！張老板，你有時間放狠話，不如先想想怎麼跟督察解釋那份縱火案的口供。月兒，咱們贏了！壓在頭上的大山終於搬掉了，太他媽解氣了！大清舅還沒結束，張萬才這次元氣大傷，絕對會狗急跳牆，讓保衛科24小時值班，防着他下死手。同志，我們大青山一向規規矩矩排污，這水絕對沒問題。您再測測這一邊。指標合格。不過有人舉報你們偷排劇毒染料，以後必須加強監測。月兒，查清楚了，昨晚是張萬才的人把劇毒强解染料倒進咱們渠裡的，而且洗染厂的老主管因為工商被張萬才扣了工商款，現在正被張萬才的眼線死死盯着，不敢出來作證。想用環保整垮我？大清舅，爸，你們帶幾個男工去洗染廠門口演一場戲，把眼線全引開。林姑娘，張万才在深城手眼通天，我要是多嘴……老主管，這是港島麗人集團的特片顧問合同，月薪5000港幣，還有今晚去港島的單程船票。只要你開口，半小時後你和家人就能安全離境。好，張萬才不仁，別怪我不義。他真正的賬本藏在洗染廠排污管道最隱秘的夾縫裡，那是他倒匯走私的雙軌真賬本。月兒，有了這個，咱們立刻報警，直接送張萬壽去吃牢飯。不，報警太便宜他了，我要用他的貪婪在市場上活活憋死他。林廠長，這賬本上明明白白記着的他2套賬走私偷稅的證據，咱們這就聯合去金鼎逼他退還保證金，不給就讓他坐牢。對。月兒是張萬才打來的，聲音聽到急壞了。張老板有何貴幹？林老板，以前多有得罪，我手裡剛到了一批进口優質牛仔拉鏈和輔料，低價轉給你。
只要你拿手里的港商乘坐机票做个担保，货到付款，怎么样？月儿，肯定有诈。好啊，张老板，既然你主动送上门，这笔生意做了。下午你带合同来大青山。林老板，字儿签了，这院票承托协议是不是该给了？张老板，协议给你，不过提醒你一句，上面写的很清楚，只有大青山收到货且验收合格，银行才会放款。哈哈，没问题，下午就送货。林老板，合作愉快。月儿，他急着跑路，要是拿着这协议去码头找人劫税跑了怎么办？大庆舅，他债台高筑，急疯了，根本不会仔细看那条验收合格才放款的限制。明天蛇口碼頭就是他的商海葬禮。急什麼？看清楚，這是港商承斷，等辦完登船，銀行立刻劃款給你們。張老板，走得這麼急，連你送去大青山的貨都不要了。大家看清楚，這就是他拿來抵押的進口貨，全是發霉廢料，那又怎麼樣？協議已經簽了。張萬才先生，根據協議第2條，由於你提供的貨物驗收不合格且涉嫌欺詐，該成交協議即刻作廢。另外，警方已經在路上了。媽的，拿張廢紙忽悠老子！兄弟們，把他按住，搬空他的洗染廠抵債。還錢！還錢！騙子！你這腦殘！月兒，當年爸下崗的時候，做夢都想不到，這廠子要是拿下來，大青山從染布到成衣，全鏈條就通了，再也不用受制於人。爸，下周的拍賣會不僅要拿下洗染廠，還要讓大青山徹底在特區騰飛。月兒，廠子評估價62萬，起拍價定了50萬，手頭這點錢連門檻都夠不着，怎麼跟人家爭？周師傅，上次法院組織現場看樣，您特意查過那套污水設備，實際損耗到底怎麼樣？那棺體是早年進口的碳鋼材質，替後扎實得很，就是露天放久了，表面腐朽，內裡一點問題沒有。這就夠了。律師，麻煩你把張萬才欠繳8萬排污費、被環保部門限期整改的通知整理好，立刻提交拍賣行，申請標誌物重大學限公示。看見沒？欠了8萬排污費，3個月整改不到位，直接關停。真要盤下來，光整改就得20萬打底，誰拍誰是接盤的冤大頭。金鼎洗染廠司法拍賣因標示物披露重大瑕疵，經法院重新核定，起拍價下調至32萬元，現在開始競價，每次加價不低於5000元。35萬。哼，35萬5千。哼，林老闆，整改加補費20-30萬都打不住，你35萬接回去就是個填不滿的無底洞。不跟了，就讓你當這個冤大頭。35萬5千1次，35萬5千2次，35萬5千3次，成交。黃老闆承讓了。哼。主管，大青山不需要抵押資產，憑這份港商信用證和全年確定訂單，申請20萬打包貸款，對銀行來說是零風險。林老闆，港商信用證確實硬氣，20萬額度，今天下午就能給你批下來。萬才這幫黃八蛋！走前用大糞和水泥把管道封死了，鍋爐也砸了。修鍋爐至少要10萬現款，咱們去哪兒弄錢？經理，這是銀行給大青山的20萬授信證明，只要你同意分期6個月付款，咱們立刻簽合同維修，銀行到期自動劃款。有銀行擔保，那放心，今晚就調最精幹的技術員連夜搶修。老主事，這套方案能省去大型基建，直接在原廠後院加裝生化池，完全符合清潔生產試點標準。好。這個項目聯合推薦，給你們批5萬專項治理補助，排污管老先疏通，給你們發臨時許可證，允許邊試產邊整改。開廠子35萬5，加上整改修鍋爐10萬，再扣掉5萬環保補助，攏共才花了40萬出頭，比最開始的起拍價還便宜近10萬。等鍋爐修好，生化池建好，金鼎的產能能頂2個大青山，正泰那批訂單能提前半個月交貨。還有件事要提前準備。下個月的行業展銷會要帶着新樣品去，這一次要把大青山的牌子徹底打出去。林廠長，咱們自己的染線就是不一樣，色牢度比外發加工高3成，成本還降了2成。當年下崗的時候，連下個月口糧都發愁，做夢都想不到這輩子能有自己的染廠。爸，這只是開始，從染布、仄版到成衣，大青山的全產業鏈今天才算真正打通了。月兒，正泰那邊又追加了5萬件訂單，還有3家外貿公司找上門，點名要咱們的雪花牛仔。現在產能跟上了，咱們終於不用往外推單了。光靠牛仔還不夠，
大庆舅，立刻組建展銷會樣品組，除了牛仔系列，再加做職業女裝、工裝制服2條線。這次展銷會要讓全行業都記住大青山。林廠長，這版型是真利落，比直筒工裝好看10倍。可咱們從沒做過正裝，工人能上手嗎？明天起每晚加開2小時技術培訓。時代變了，不管是工廠女工還是寫字樓文員，都想穿得體面又合身。做的不只是衣服，是普通人的體面。大青山，就是那個雪花牛仔火遍東門的民营厂。行，给你們批個標準展位。同志，能不能調個靠前的位置？我們樣品多，標準展位怕擺不開。口氣不小，我們紅光服裝廠做了20年，也才拿了個特裝展位。一個村棒起家的小廠有個展位就不錯了，還挑3揀4。王廠長，展位分量不靠年頭稱，靠產品說話。展銷會見真章。好，倒要看看你們能玩出什麼花樣。林廠長，這工裝也太好看了，腰這裡收了一點，幹活不勒，還顯身材，比以前穿的寬大禮體服強100倍。工人也是人，也愛美，以後咱們自己廠的工服就按這個標準做。展銷會上我們搞真人走秀，附加現場耐磨測試，好不好？讓客商親眼看見。再準備一套測試裝置，現場用砂紙搓，用肥皂洗。光說沒用，實力要擺在明面上。放心吧，一定準備妥當。月兒，咱們位置太偏了，人都往那邊去了，要不帶幾個人去門口發傳單？不用，翠花換工装，開始耐磨測試。秀琴帶模特隊從主通道繞一圈過來。這是哪家的衣服？版型這麼正，那工裝居然能这麼顯瘦，廠裡正想換工服呢。這質量比進口布差不了多少，價格還便宜3成。林廠長，訂2萬件工裝，職業女裝要5000套，商場專櫃馬上上，花架子罷了。這麼多訂單，你們小廠做得出來嗎？別耽誤了客商交貨期。多謝王廠長關心。大青山自有染廠和2個成衣車間，產能充足。倒是紅光廠年年吃老本，再不更新款式，恐怕下次產銷會就沒人看了。林月老板，你們的雪花牛仔上個月出口額佔了全市服裝類的1/5，了不起啊！民營廠子能做到這份上，是咱們行業的榜樣。大青山不僅自己做出口，還帶動幾百輛下崗工人再就業，難得。林小姐的設計眼光很準，我們集團接下來的內地市場打算全權交給大青山做聯名款。多謝各位認可。大青山想借着這次展銷會，申請工業區的新廠房地塊，擴大產能，承接更多國際訂單。沒問題，我跟園區招商那邊打個招呼，實幹的廠子優先供地，做實業的就該有舞台。本屆服裝展銷會全場訂單總額第1名，大青山服裝廠，有請代表上台領獎。感謝主辦方，也感謝所有信任大青山的客商。這份榮譽是全場上下一針一線拼出來的。月兒真拿第1了，你看這錦旗上的金字往咱們廠門口一掛，以後客商都得主動找上門。月兒，咱們大青山真成全市第1了。爸，是深成第1，以後還會是全省第1，全國第1。今晚全場加菜，殺豬宰羊，咱們好好慶祝。林總，這是咱們主打的秋冬復古水洗外套配極簡通勤西裝，版型和扎染都是咱們獨家改版的，市面上絕對沒有。小周，從今天起，設計圖紙全部歸檔鎖躺，所有樣衣嚴禁帶出車間。這幾款是我們秋冬搶佔市場的核心，必須死守原創。放心吧，林總，鑰匙只有我和你有，保密工作絕對出不了差錯。林總，最近這市場風向不對啊，好幾家小廠都在私底下仿你們的雪花牛仔。還有人拿着跟你們一模一樣的外套版型在到處找面料。什麼？我們秋冬新款可連宣傳還沒做呢。看來是有人提前拿到了我們的版型圖紙，想要趕在咱們新品上市前截胡，用低價砸垮我們的口碑。還不止呢，圈裡現在傳的有鼻子有眼兒，說你們大青山全靠跟風抄襲，根本沒有原創能力，還說你們的秋冬新款全是抄來的。月兒，這擺明了是有人要斷咱們的生路。大庆舅，不用慌。謠言靠嘴，實力靠貨。我們守住打樣數據和證據，等他們自己把狐狸尾巴露出来。老板，出大事了！今天一早10幾波顧客來退貨，說對接小湯上的款式跟咱們一模一樣，價格卻便宜了1半，罵我們溢價割韭菜。李老板，顧客都在投訴你們並非原創，市面遍地平替，商場的声譽已經受損了。如果1周內口碑壓不下去，咱們的專櫃合同只能暫時擱置。經理，這真是冤枉啊！分明是別人偷了咱們的版型。林總，查到了，
对手惡意竊取了咱們還沒公開的版型，用最劣質的面料低價傾銷。現在圈子裡都在傳大青山高價坑人，涉嫌抄襲。月兒，現在不僅商場要封咱們的專櫃，好幾個大客商也在觀望，甚至有人要撤單。這波抹黑是要把咱們活活憋死啊！律師，把我們從研發第一天起的所有手稿、面料式樣和時間錯全部整理好。我們不跟他們在報紙上打口水炮。明天我們在行業峰會上，當着全行業的人公開对质。各位行業同仁，大青山新款全系跟風抄襲，市面遍地都是10幾塊的平替，他們根本沒有原創設計，憑什麼占着商場最優質的展位資源？大青山不配做行業骨幹。各位同仁，所謂抄襲，講究的是時序與工藝。這是大青山半年前的定崗原件和打樣日程，全部經過版權登記，時間遠早於市面所有仿品。大家請看，对手能偷走图紙，卻偷不走大青山沉澱的技術，惡意仿造、低價傾銷、造謠抹黑，不是競爭，是行業毒瘤。大青山願意帶同行抱團發展，但絕不接受惡意碰瓷。做實業，靠原創立足，靠品質說話。林总，是我狹隘了。你不僅產品過硬，這份格局更是遠超眾人。往後，我們廠裡全力配合大青山的工作。王廠長客氣了，以後還要多向您請教，咱們一起讓特許製造走出去。林月同志，你從咱們縣走出去，現在回來辦廠，帶動上千人在家門口就業，是家鄉的驕傲啊！我當年就說月兒這丫頭有出息，果然沒看錯。老廠長，當初要不是您教我手藝，支持我出來闖，也沒有我的今天。家鄉的廠子就拜託您多照看了。哈哈哈！只要能幫到鄉親們，我這把老骨頭隨調隨到。林姐姐，林總，多虧了您捐款，孩子們終於有新教室了，再也不用漏雨了。拿着。以後要好好讀書，女孩子只要多學本事，以後想做什麼，想去哪裡，都由你自己說了算。月兒，媽以前沒用，只想着讓你留在廠裡安穩過日子，沒想到你今天能走這麼遠，還幫了這麼多人。媽，咱們家日子過好了，就該拉一把還在南裡的人，這是大青山的底色，也是咱們做人的本分。月兒，大喜事兒！全國服裝行業峰會的特邀嘉賓函寄到咱們廠了，你快看看。30年前，我們的父輩踩着縫紉機做的是溫飽，而今天我們青山服裝人要做的是品牌，是要讓世界看見真正的青山製造。Miss Lin, we are truly impressed by the design and quality of Da Qingshan, and we are eagerly looking forward to partnering with you to jointly develop the entire market. 合作愉快，大青山值得被世界看見。當年第一次見你，你還是個揣着2套樣衣硬闖茶樓的小姑娘，轉眼間你都成行業標杆了。我沒看錯人，正太，要是沒有您當初拉大青山一把，大青山也熬不過第一關。這杯酒，我敬您。爸媽，大林舅。當年咱們賣家產買山貨的時候，誰能想到咱們能走到今天這個主舞台上？月兒，咱們走過的每一步泥濘路，原來真的都算數。爸，屬於大青山的路還長着呢。大家靜一靜，今天是大青山服裝集團正式成立的日子。從當年10幾平的小鋪子，到今天全產業鏈的集團大樓，我們整整走了5年。這5年，咱們一起熬過夜，扛過難，在特區站穩了腳跟，把大青山的牌子打到了全國。想當年廠裡破產後，咱們一家坐火車南下，在火車上還遇到車匪，下了火車又遇到流氓，現在真像做夢一樣。爸，這不是夢，這是你我大慶舅，還有咱們全廠幾百個工友一針一線踩出來的，是大家伙拼了命死磕出來的。是啊，當年你被九叔帶進茶樓簽合同，在染缸前3天3夜不合眼。你受過的那些委屈，爸都記着呢。爸，那些都過去了，沒有那些泥濘，就長不出今天的大青山。大青山的第一步是活下來，第2步是做品牌，第3步是走出去。今天不是我們的終點，而是新的起點。我們要讓大青山堂堂正正站在世界的舞台上，讓世界看見青山製造。